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影片不是慢慢没有流量的，而是48小时之后直接消失？前2天还在涨，第3天直接归零，然后你就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频道被限流了？我可以直接告诉你，不是，而是 YouTube 的测试机制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，那么你将永远的卡在48小时的循环里面。Hello Grayson，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。如果你想把频道当成是事业来做，一定要记得订阅频道。我整理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，你在留言区可以免费下载。当你上传一支新影片的时候， YouTube 它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推荐你，而是它会先开始测试你。每一支新影片在上线之后，都会进入到一个测试流量池里面。这个池子通常包括你的订阅者、最近看过类似内容的人，以及少量兴趣匹配的观众。然后系统主要会看3件事，第一就是点击率，第二就是前30秒的留存，第3就是观众在看完影片之后有没有继续观看你频道里面的其他影片。这就是所谓的第一轮测试。如果说测试的数据不错，那么就会增加推荐。如果说在这一轮测试里面你的影片表现很普通或者是偏低，那么推荐就会慢慢停止。这不是惩罚，而是筛选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新影片在开始的时候是有流量的，但是突然就没有了。那不是运气，而是说你的第一轮测试已经结束了。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说，为什么大频道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他们的观众模型已经训练出来了。 YouTube 已经非常清楚谁会点，谁会看完，以及谁会连续观看更多部影片。他们的频道已经有稳定的观看路径了。而小频道最大的问题就是模型不稳定，他们会今天讲 AI， 明天讲副业赚钱，后天又讲剪辑软体。这种情况下，算法是没有办法去建立起清晰的观众画像的。当算法都不知道你的核心的观众是谁的时候，那么你的每一支新影片都会从零开始继续测试。这才是问题的本质，不是限流，而是模型没有建立稳定。当你的影片在发布了48小时之后就没有流量的，你要问的不是怎么让它继续推，而是你要去找到底哪一个测试信号失败了。我们不是去救影片，而是要去救测试数据。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呢，就是语义重建，让算法重新理解你。那很多人修改时间轴只是为了好看，但是真正的核心不是时间轴，而是语义标签。你要理解的是 YouTube 它本身就是一个语义匹配的系统。当你的影片刚刚上传的时候， YouTube 就会根据影片的标题、描述、标签、时间轴、观众行为来判断这部影片是属于什么内容模型的。所以如果说你的时间轴写的是方法1、方法2、方法3，那么算法就会不知道你的具体内容是什么。但是如果说你改成了 YouTube 增长策略、提高点击率的方法、频道定位优化技巧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你就是在强化内容语义。这就会带来2个效果，第一个就是增强搜索匹配，第二就是强化推荐模型定位。而当语义强化之后，算法就会更容易的找到对的人来进行重新的影片测试。重点不是加越多的关键词，而是让算法知道到底需要把哪些观众加入到测试流量池里面。下个方法呢，就是时间刷新，可以触发微重测机制。很多人认为在标题上面去改年份只是 SEO 的小技巧，其实不是的。它的核心逻辑就是 YouTube 它是有时效的权重的。当系统发现标题它有出现结构性的变化，缩图有进行明显的更新，那么系统就会对它进行重新评估，去评估它的点击率。你要知道，系统它不单单只是去看总的点击率，它更会看当下的点击率的趋势。如果说你把一个教程去改成2026年的更新版本，那么系统就会对它进行重新的评估，认为是一个重新测试的版本。这个时候你要去配合做2件事，第一个就是优化缩图的对比度，第二就是强化标题的痛点表达。比如说最佳副业改成2026年最新副业真实收入拆解。因为在微测试发生的时候，你只有一次的机会去重新提高影片的点击率，所以改标题不是为了改形式，而是你要去重新的去创造一个点击的吸引力。下一个方法呢，就是前15秒重构，修复留存坍塌。我讲一句很现实的话，大部分的影片它不是死在内容，而是死在了开头。你去看你频道里面表现差的影片，它的留存
续看绿图，一定会发现影片开场的前30秒是一个巨大的断崖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创作者很多都喜欢铺垫，但是 YouTube 演算法它是不会等你铺垫的，因为算法在测试的时候，它会看早期的信号。如果说影片开场的前30秒有50%的观众直接离开了影片，那么 YouTube 演算法就会收到讯号，这部影片它的吸引力是不够的。所以说你的影片不是说要去加更多内容，而是说你要去压缩时间，去加强的节奏，把原本30秒才会讲到的痛点直接提前到第5秒钟。比如说你不要在开头讲嗨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今天我会讲，而是你应该这么说，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影片在48小时之后就没有流量了，那这不是限流。这种结构能够保证你的开场快速的抓住观众注意力，去留住观众。而当你能够去提高你的影片开场前30秒的数据，那么演算法对于你影片表现的评估就会非常不一样。下一个方法就是观看路径的修复，去重建频道模型。这一点是非常多的创作者都会忽略的。算法它不只是看你单一影片的数据，它更会看观众的观看路径。举个例子，如果说观众点开了你的一部影片，在看完你的这部影片之后就直接离开 YouTube 了，那么 YouTube 就会认为你的这部影片没有形成平台价值。但是如果说观众点开了你的 A 影片之后又去看了 B 影片，再去看了 C 影片，那么 YouTube 就会认为你这个频道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频道模型了。所以呢，你要做的就是去人为的制造观看路径。那你应该怎么做呢？在你表现好的旧影片它的置顶评论上面去推荐一部新影片，在你的影片描述栏里面去加入一个强的引导，在片尾画面里面去推荐同主题的影片，把你的卡片设置在观看的高峰点上面。那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做法，就是去建立你的内容岛群。比如说3支影片都是围绕同一主题去建立的，那么就可以互相导流，这样你就不会靠单支影片生存，而是说你建立起了一个内容网络，影片能够进行互相导流。当你形成了这种内容网络之后，影片在发布48小时之后没有流量的情况就会大大降低。下一个方法呢，就是 Shorts 作为流量入口系统。你要把 Shorts 不当成是一个曝光工具，而是一个流量入口，所以就会导致很多人发布 YouTube Shorts 都是非常随机的。但是正确的打法呢，就是你的每一条 YouTube Shorts 都是为你的一部长影片而服务的。比如说你有一部10分钟的长影片，你就可以把它去变成5支短的影片来进行观点输出，保证每一条短片呢都有强钩子，能够在开场的时候呢就快速抓住观众注意力。最重要的就是呢，你要保证每条短影片都会链接到长片上面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，即使说你的长影片在测试流量的时候呢表现不够好，但是你的短影片还是能够为这部长片输入一点流量的。这就是系统打法，你不是单纯的去等待算法给你推荐，而是你主动的为算法一些数据。所以你现在应该理解了48小时这一个流量循环，它不是随机的，而是测试结束了。而真正解决问题的不是某个技巧，而是强语音模型、高开头流程、清晰观看路径、稳定频道定位。当这些结构稳定，那么48小时的现象也会减少。但现实是，一个人是很难同时兼顾频道定位、流量结构、内容规划、变现路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创建了一个创作者社群创意联盟。它不只是 YouTube 课程，而是一个持续成长的体系，里面会有系统课程帮你打好频道基础，并且每个月都会有2次专属的会员直播，来拆解最新趋势以及会员频道问题。再加上创作者社群，让你在实践中持续优化。我们解决的不是单支爆款，而是长期稳定的频道发展。如果说你想要去认真的经营频道，那么创意联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链接我会放到影片下方，你可以去了解一下。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， YouTube 它不会针对你，它只是会测试你。当你通过测试之后，你的推荐流量就会扩大。如果测试不通过，那么它就会停止推荐。而你真正
正能够掌控的不是算法，而是模型。当你频道的定位是清晰的，结构是稳定的，观看路径是完整的，那么48小时现象就会自然减少。不是因为你运气变好了，而是因为你变系统了。如果你已经理解了 YouTube 的测试机制，那么下一步就是要开始知道如何去获得1000订阅以及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去让你频道里面的影片去开始获得广告收入。我做了一期拆解的影片，会完整告诉你每一步应该怎么做，这会是最高效的方法。那我在那边等你。